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是：你有在他的人生的蓝图里面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打算是什么呢？好，要为大家抽第一张牌。这句话所抽到第一张牌是钱币国王。那抽到钱币国王的话，代表说，其实在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你们可能比较不会将你们的注意力或者是说时间，把太多放在这段关系里面。那也并不是代表说你们真的想要去放弃掉这段缘分，或者是说你们也没有不刻意的，就是你们也不会刻意的说不要去理他。那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有可能目前你们可能比较为了事业做打算，又或者是说目前可能已经到年底了，所以你们比较会容易因为在关于业绩的关系，或者是说有一些财务上的状况，或者说明年准备要转职了，又或者是可能会有在关于考核的议题等等相关的各种的原因跟因素，所以导致于说让你不得不重整你自己的内心的心态，好好的去面对说你自己目前的生活当中的财务状况，或者是说事业中的一个情况。那另外部分有可能表示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或许因为在对于这段关系是没办法感受到对方是很在意自己、在乎自己，或者是总是对方会做出一些让你们觉得是很不知所措，或者说让你们经常觉得有一种被他冷落的感觉。那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其实在每一次的心灰意冷，或者说每次被对方打击了之后，反而让你们想要从对说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专注力慢慢的拿回来，或者说开始让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不敢有太多更多的期待。可是因为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其实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或者说你们感情已经完全投入在这段关系当中，所以呢，在对说这段关系让你马上抽离，或者说要你马上去放下这个人，其实也不太可能，甚至你其实也不想这么做。那你只是会希望说可以先把自己准备好，或者是说把专注力放在于你们自己的这个人身上，你们自己本身身上。那等到有真的事情上面，你两个人之间关系是有能够推进，是能够有所进展，是能够让你感受到这段关系其实还有可能的时候，你才会想说再把你多余的时间，或者说你才会再挤出时间在这段关系里面，才会想要继续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个话是以上几种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就代表说，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们已经在思考着说想要赚更多钱，或者说你们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努力，就只是为了希望可以给对方未来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或者说给予对方在事业上的一个帮助。所以如果说当你们俩之间是有合约上的关系，或者说是有一些在工作上的关系的话，那这样就会让你们会希望说可以把自己的业绩、自己的金钱可以一起分享给他，或者是说是能够帮助他在事业中变得越来越顺利。所以当你们在对于他的时候，你们其实就真的蛮大方。如果说真的会让你们比较拮据，或者说让你们真的觉得要稍微收手的话的原因，也是在于说，或许是因为第一个是可能对方希望你拜托你做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了，所以你才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对他。
给予他更多的帮助。那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对方对于你的态度真的最近比较冷淡冷漠，所以你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会稍微想慢慢的收回一点点，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总是那么的慷慨那么大方。可是如果说当对方愿意对你更好，或者说对方愿意表示一些感恩感谢之情的时候，或者说这段关系是能够让你感受到是有被他给在乎的话，那么你们其实还是会愿意为这段关系做更多的努力，或者说会愿意让对方感受到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是被他给在意的，那你们才会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八。那钱币八的话，你们这边都抽到钱币八哈。那钱币八代表说，其实在目前对于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会是默默的去努力，或者是说你会想尽各种方式，希望可以维系好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对你来说，因为可能两人之间关系目前是属于比较平稳状态，或者是说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改变，或者是你可能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这段关系其实也没什么推进的感觉，那你就会希望说暂时先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回到你们自己的身上，可是并不代表你们想要去放弃掉对说这段关系之中你们能够做的，你们能够付出的。所以看来其实在这段关系中的你们本身在看待于他，或者说在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同步的在观察他的态度，或者说同步在观察他究竟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他是怎么想的。如果说他能够做出一些让你觉得你是被他给在乎的，或者是说他能够比较明确表示出来，其实他也是很想念你们的话，那么对你们来讲就会很愿意的去推动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就会愿意为了这段关系再做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行动跟行为，或者说会给予他更多的帮忙跟帮助。不过洋洋会认为说，当抽到钱币八的话，一个更多的深层的讯息是，其实在关系里面，你们目前可能比较不会有太多明显的举动跟行为，大多数是你们除了会把时间专注力比较放在你们自己个人的工作上面之外，那再就是看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有需要你们去推动的时候，其实你们也会想办法挤出你们个人的时间、私人的时间，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想尽各种方式，看能不能以保住他的面子、保住他的自尊心，然后在你们付出的时候，也能够让他感受到，其实你们是有为他所做一切。那杨会认为说，其实在目前的你们的话，比较多是一种默默的关心他，默默的观察他，只要能够跟他有互动，跟他有进一步的交流，或者说跟他是有更多的相处的这个机会，其实就是对你们来说就已经是很心满意足了，因为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或许现在你们已经也有一点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呢，你们才会想着说，目前你们还是先以自己的工作状态为主。那洋洋会认为说，有可能目前的你们在情感中的交流的几率真的偏低，比较多是一种彼此之间各忙各的这个状态，所以也会容易让你在对说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或者是说两之间的这个相处，是没办法有太多的你们没有办法有完全十足的信心，觉得这段关系是能够顺利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圣杯五。那圣杯五的话，洋洋会认为说，其实看起来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看起来你们本身的想法，或者是说心里面的感觉，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信任，其实是蛮不足够的。然后或者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期待的话，你们也不太敢想太多，所以不晓得说是不是在目前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经常你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关注吗？还是说其实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你会觉得他可能偏冷淡、偏冷漠？所以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没有自信心，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信任，也是在于说有可能对方当你们可能想要为对方做什么时候，那可能他总是会去拒绝你们，或者说当你们可能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的时候，那对方在对待于你们的态度又是那么的冷漠冷淡，或者说也不太去理你们，那就会导致于说让你们在每次要付出的时候总是会想的特别多，你们会觉得对我做这件事情对方能够接受吗？那我这么做他会不开心吗？我这么做他是不是会觉得我看不起他？我这么做会让他感觉到很反感？那我这么做
做他其实会不会更加讨厌我，等等之类，就是你们其实很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你们很愿意去照顾他，你们很愿意把你们所有的一切都给他。可是就是因为他每次，或者说他经常说给予你们的反馈，给予你们的反应，总是会让人觉得是真的好冷漠，或者是说会让你们觉得对说这段关系好像是你做再多都得不到他任何一点点的怜悯，就是你们做了100分，你们已经做到你们自己的100分了，可是你只感受到他的10分或者20分，你就会觉得对说这段关系就有很多让你们觉得是很心灰意冷的地方，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对方好像有点在嫌弃你们，或者说有时候他真的好像有点不太看好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这个缘分，他并没有像你一样这么的上心，这么的用心，会经常让你感觉到自己真的就像是在唱独角戏一样，或者是说好像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就只有你一个人在维护维系，所以你本身在目前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其实你真的不敢奢望太多，你其实想要的就只是一个稳定的关系，稳定的发展，然后两人之间是可以各自的照顾彼此，那如果说真的有需要彼此的时候，又能够马上的出现去安慰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这句话如果以上验证牌讯息让你们觉得是有所共鸣，或者是说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们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有没有把你放在他人生未来的蓝图当中呢？好，洋洋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空气6，空之6。好，那这样的话，在空之6的话，这边代表说，在对于他的人生当中，洋洋会认为有可能他一直以来的人生的经历中，其实可能也遇到了蛮多不小事情，让他的个性，或者说让他在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部分，会来得更加的谨慎，或者是会来得更加的小心看待，或者是说会比较不容易对任何人敞开心扉。所以如果说刚开始你们跟这个人认识的时候，他真的是属于热情的人的话，那他的心是更加的不愿意让任何人给踏进去，因为他的热情是只是一个在对于人际关系之中的一个面具，或者是说只是不想要被任何人给轻易看出他内心世界空虚寂寞的那样子的一个的想法。那如果说你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是属于比较沉默寡言的人的话，那表示其实他的个性是属于那一种会想要和身边的人求助求援，会希望别人是能够看见他最脆弱的那一面，所以他会不自觉的想要让身边人多了解他，所以会产生出那一种希望被别人给呵护，被别人给照顾，或者是被别人给怜悯的那样的一个性格出现。所以呢，当你们遇到这两种人的性格的时候，其实就代表说，这个人在他的内心里面，其实非常渴望是有人能够主动跟他互动，或者说主动有人可以多了解他，希望有人主动可以跟他有个进一步的交流跟想法。那在你们俩之间，现在终于已经到比较熟悉了，或者说终于比较有聊天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你们要能够完全的去打开他的内心里面的世界，其实还是一样蛮困难的。因为在他的人生过往经历当中，其实有经历过许多他所熟悉的人、所认识的人从他生命中离开。这个生命中离开的话，可能代表说突然之间就没有联络了，或者是说可能因为某些的原因，然后导致于说吵架、不愉快，或者是误会，然后选择去抛弃了他们之间这一段的情谊跟情分。那对他来讲，他这个人是属于比较重感情的。不管他有没有跟你们讲，或者说他有没有表现出来，其实他心中的重感情、重情是放在他的内心当中。可是当我们出现这张空之6号，洋洋会认为说他的重感情呢，其实是在特别针对说，没有，应该是说他的这个重感情是在针对说任何的关系当中，无论是同事，或者是爱情，又或者是说他的友情的这个部分，对他来讲，这一份关系，或者说每一段关系里面，都陪伴了自己度过的
无数个岁月，或者说无数个夜晚，所以他其实这个人呢，非常容易会想要去信任，应该说他非常渴望是有人可以陪伴在他身边，或者是说其实他也是蛮希望自己是能够会有一群是愿意无私或者说无条件照顾他，或者是说帮助他的朋友群当中，应该说所谓的那种朋友群。可是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应该说他一直在人生遇到这些的人之后，其实他当初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去愿意相信那一群人，可是却也没有想到那一群人最后总是还是会选择去离开他，或者是说对他这个人会有所误解。所以当每一次他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或者说遇到不同人的时候，他就是会因为在逐渐每一次被伤害，那他每一次都愿意打开，但每次被伤害之后，他的心里面的那一道防线，或者说心中的那一道枷锁就会越来越深，那道门越来越难被推动。所以呢，在对他来讲，他的人生当中，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其实他到底要信任你们，对他来讲，他真的想了很多，他也想了很久。那杨会觉得啦，目前来看，他愿意在你们面前敞开出他的真心，或者是说他在对说你们的信任的话，可能还会需要请你们再多加把劲，或者说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着他，跟他度过。那当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就一定会能够去推动这段关系，而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第一个时间非常重要，还有契机，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一定要时间拉得非常的长，才有办法逐渐的让对方觉得，你好像不会离开，不管我好像怎么做，那你其实都不会离开我的身边，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好，那这就是第一个时间嘛。第二是契机，契机表示说，当可能他真的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或者说当可能他真的觉得非常无助，或者是说非常彷徨的时候，或者是说他非常需要有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无条件的？然后你也会很大方的，然后你也会很温柔的，或者说你也是会无所谓的去帮助他，是给予他任何很多上面的帮助跟协助。所以呢，在对于他来讲，如果说你要能够完全走入他的内心之中，时间跟契机非常的重要，还有到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会去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他在对说你的这个人的想法，或者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感受跟信任程度上，是否能够加分到让你觉得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程度，所以你的表现也是蛮重要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命运之轮。好，命运之轮就代表说，其实在这个人心里面，他有想过无数次，是不是要让你们更加的靠近他，或者说他是要更加的信任你们，或者说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或者说你们每次付出，你们每次对他好的时候，其实他的脑海里面真的考虑很久。那就算他真的没有跟你们讲，或者说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可是他在黑夜里面，或者说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可能他真的碰到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去想到你们的这些付出的一切。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你们俩之间的相处，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他是感觉到是有来电的，而且他会感觉到两人之间其实仿佛会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或者是牵引的感觉。那洋洋会认为说，这一组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会是灵魂伴侣或者是业力伴侣的关系。为什么会是说这两个？因为这两个的话代表说，其实你们俩之间的缘分是来自于说，两之间的个性是有点像是互补型的，或者说两之间的个性是，要说两之间的相遇是在一个人生之中最低潮的时候，或者说人生中最需要有另外一个互补的人出现的时候才会相遇。那当初你们相遇，或者说当你们当时所遇到的那个状况，或者是说慢慢熟识那个情形，就算对方没有明确让你知道，或者说没有明白的让你清楚的了解他的情况，可是实际上他的内心里面是真正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所带给他的温暖，或者是说所带给他人生中的方向。所以在当时候的你们可能说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笑容，或者说一个眼神，或者说不经意的一些的动作，或者说你们可能任何不经意的
一个支持，其实对于当时的他来说，都是一个人生中非常重要，而且是改变他人生当时的很多观念时候的想法，或者是说他人生中很多重大的一个决定。那这些想法跟决定呢，其实如果说以站在你的角度，或者说站在任何的角度，当然也不一定说他做这些都是最正确的，或者说是对他最好的，但是对于他的整个人生的纵观来看的话，反而是能够对于他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跟转折。所以他曾经是有很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把你们放在他人生的蓝图当中。可是把你们放在人生蓝图当中，对于他来讲，他又会去想到说自己是不是又会再次被你给抛弃，或者说有一天你们是不是就会没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那当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他又会觉得自己又是真的想太多了。所以其实在抽到这一组的你们也可以去建议看洋洋其他影片，就是在对说断联相关的一个主题。断联里面洋洋都固定会做一些蛮多的主题，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对方在对于你们断联之后的想法，或者说断联之后的一些的认知，或者说他一些的决定。或许就在对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是真的还蛮适合去看那相关的内容。好，那没关系，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一下第3章。那第3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侍者。好，那钱币侍者呢，就代表说目前对于他来讲的话，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哦，所以就代表说是没有就是说还是有把你们放在人生的蓝图的一个计划里面哈。所以呢，其实当他在做任何很多决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会想到关于你们俩之间的情谊，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是真的值得去让他更加的相信你们。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抽到这一张钱币侍从、钱币侍者的意思来看的话，表示其实这个人他虽然表面或者说在你们相处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虽然他好像没有做任何的表示，或者说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可能也没有太过于明确的让你知道你在他心里面到底是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说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其实他只要做任何决定，或者说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情跟关系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打住。因为对于他心中来讲，他有逐渐发现到说，其实他会比较希望自己做的任何决定都会有你可以陪伴着他，或者说他做这个决定你是支持他的，或者说这个决定他的时候也会蛮参考，或者说会考量到你的意见，或者说考量到你的情绪上的一个表现，或者说你心里会怎么想。可是钱币侍从蛮特别，就是他这个人对于说这些的事情想法比较多是放在心里面，或者说比较会透过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互动，然后从那互动里面呢去感受到你的一些的态度。所以他其实也不太会明确让你们知道。如果说他让你们讲，应该说他让你们知道，然后听你们的想法，通常是他已经做完决定之后。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快就讲，然后先看一下你们的反应。那如果说你们反应每次都是支持，然后也是开心，也是愉悦，然后也是赞美他、赞赏他，那可能就会越来越频繁跟你们分享，而且他或许有的时候会在发生之前、决定之前就会先问你们的意见，看看说两个之间的想法是不是比较相同相近的。那如果说你们偶尔有的时候是反对的，或者表现不开心，或者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是比较不喜悦，或者是比较不支持的这个状况的话，那愿意跟你们讲的那个频率跟时间就会越来越往后，就是并不会到那么及时，也不会到那么当下，或者说也不会是他决定之后那么快就跟你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点。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每一次都是反对的话，那就看你们当初所反对的时候所讲出来的内容。如果说是比较冷淡的评价评论，或者说是真的比较冷淡的去给予他反应的话，那其实他久了之后也是会觉得心里面会蛮受伤，然后可能在面对说你的话，他就会开始比较有一点
是想要跟你稍微保持点距离，或者说他可能就比较不敢每次都跟你分享，他就会挑着讲，他就会因为其实这个人是蛮聪明，可能他一直来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非常明确知道说什么样的人该想讲什么样的话，或者说面对说什么样的关系，他可以讲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算是一种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当中，他的个性使然，所以导致于说有时候真的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好，那这是在关于你们第一趴的部分。好，那杨来为大家抽一下第二趴的部分，你有在他的人生未来的蓝图当中吗？那他是怎么想的呢？好，就这一张了。这张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火之七。好，那火之七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当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会有一些太过于明确的行为动作，或者是说在对于两之间的相处当中，你可能会有一点想要刻意的去干涉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相处的模式的话，那么其实对他来讲会有一点想要退缩了，或者是说他可能在面对于说你们之间的缘分，他就会比较希望说两之间的互动上面不要再那么的亲近。那其实这个人的话是确实比较适合是温水煮青蛙，或者是说顺其自然的方式靠近。顺其自然的意思是只要你们相处是顺其自然就好，你的心里面不用顺其自然。就是说当你们这段关系当中你需要表现的时候，那你千万记得你也要很认真的表现，那你要很积极的对说这段关系要伺机而动，就是简单讲是伺机而动，对的时机点做对的事情，不对的时机点就什么都不要做，就看着它发生就好。虽然有时候你看着它发生，你会觉得心里面是很难受的，甚至你会明知道说他这么做可能一定是错的，或者是说他这么做一定会去破坏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杨会觉得其实在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就不会这么想，因为他这个人其实在对于说自己的决定，或者说自己的人生中的方向，或者说人生中的一个计划，他是非常主观的。他这个人其实因为他不容易相信别人，所以他只会相信他自己。那他只相信他自己的时候，他自己心中的感觉，他自己心中的感受，他自己心中的判断，那才是对的。他觉得他才是对的了。那如果说当他跌倒受伤的时候，他才会想要找人求助。那他跌倒受伤的时候，你再去帮助他，你这样不是更好吗？就会让他感觉到是那种雪中送炭一样。所以呢，其实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所以只要你太过于明显的想要去干涉他，他觉得是干涉。所以当你太过于去干涉，然后想要去阻止他，他之前就是有点小坏的地方，就是当别人越希望他不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反而就会越会想去反抗这件事情，他就越会想去做那件事情。所以其实当你们和这人相处过程里面，也然会觉得不妨你们放下自己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这段感情里面的个人，你们自己本身的坚持，就让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是没有关系的。有时候就让事情发生，其实反而是比较能够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比较是能够让他去意识到他自己有的时候的一些行为跟他的决定是多么的无知啊。那他无知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说，其实在他身边陪伴的无条件陪伴他的人，其实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决定。所以其实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这张的火之七一样，他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的有想法，他是非常的清楚知道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所以会建议你们当他做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不用太过于去反对，或者说不用太过于去阻挡他。那他如果说问你们的意见的话，那你们就当然要给他一些比较建设性质的意见，对。但是也有是该做决定的时候，就由他自己做决定就好。那他做决定的时候，你们就是当那个支持他的人，或者是说陪伴他的人。他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就赶快及时伸出援手，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第二章的部分。第二章的话，我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五。好，
那当我们抽到这张的钱币五、圆盘五的时候，其实就代表说，在对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其实真的会有一些蛮多的问题、困难，或者是说一些考验，会需要等着你们去经历。等着让你们，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刚刚简阳前面讲到的时机点，那个契机，那个时机点就代表说，其实当你们俩这段关系有的时候难免会有进入到比较两件事比较冷漠、冷淡，或者说比较没有互动的那个时机、那个时候，其实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会建议你们说，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然后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千万不要因为不希望他受伤，然后就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有的时候，当他受伤，然后你在他旁边陪伴着他，反而是比较能够去增加两个之间的这一段的情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又泼他冷水的话，其实会让这段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尴尬，或者说会让两之间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情谊，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阻碍跟阻挠。所以当对于与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常常记得，有的时候适当的保持距离，其实也是能够去推进这段关系的发展，就所谓的以退为进。可是当退的时候，也希望说你们不要太过于对于说这段关系是舍不得的，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人是感觉到比较唾弃的。那这个人的话，其实看起来他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相处，雅阳会觉得还是会比较有防备心的状态。对，所以要说你们真的没有在他的人生蓝图当中，雅阳会比较倾向于说是还没有完全，只是他有时候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他还是会稍微考量到一下，因为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蛮不希望失去你们这个人的。好，然后在我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好，那宝剑骑士呢，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说你们在对于说他的人生蓝图当中，这个人其实他看起来真的蛮有主见的，或者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说自己要决定事情的时候，他蛮不想要别人插嘴，或者说可能蛮不希望别人对他下指导棋，或者是说蛮不希望别人在对于他的人生中的规划可能会去看衰他，所以雅蓉就刚刚前面提到说，在给予这个人要有建设性的一些的建议，而不是说只是冷嘲热讽，或者是说讽刺他，或者是看衰他。其实如果说都是用这种方式的话，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推动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就是这个人他其实蛮看重所谓的时间性。那当遇到比较看重时间性的人的话，就代表说有的时候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或者说你们的相处的每一个环节当下，其实他都有在留意的。那什么叫时间性？就比方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记忆上面的存在的那个时间点，他是非常的敏感，然后他也是非常的重视两人之间相处的当下的那个的氛围，跟你的回话，跟你的反应。所以有时候当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你们会发现到，如果说你们真的不记得曾经自己讲过什么话，但是他却觉得你没有讲过的话，那会建议你们就是去承认这件事情就好，除非你们非常的确定是没有的话，那你就要拿出证据。所以最好就是 LINE 啊 IG 上面的讯息里面有没有那个时间点就会出现，你才能够去反驳他。那其实你们当决定反驳他的时候，你们就要考量到说，那他之后会去更加的看重时间点，那更加看重时间点的时候，他就会更加去记住你们的每一个当下的反应。其实就像是一种环环相扣，那在环相扣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就会让他的自尊心会去升起来，他自尊心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你们之间的距离就会产生了。那你们距离产生之后，那就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推动，他就会去更加考量到说，你这样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其实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或者说在他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本身，其实是有点矛盾啊，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人。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说你们真的很想要跟这个人有更进一步的接触的时候，其实不妨
就是要用适合他的方式跟他相处，而不是用你们觉得你们想要的方式跟他相处。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就是在于说，以对于适合他的方式跟他相处，是比较能够去推动两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对你来讲就会是蛮痛苦的，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有点非常的陌生。因为当两之间熟悉之后，应该是要能够更加说出心里话，或者说能够因为了解了自己，所以反而是能够去体贴去能够了解为什么自己会对他说出那种话。可是他这个人就是真的不会那么想，两人会觉得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比较偏自私的这个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趴的部分咯。我们来看一下你有在对方的人生蓝图当中吗？好，那就这张咯。这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正义哦。正义的话，那其实在对说，其实就蛮明显的啦。就是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其实只要如果说两之间真的是认识的时间不够久，然后你就开始对他指手画脚，或者说你开始就想要去干涉他，或者说想要去操控他的话，其实这段关系反而就会越来越没有一个可以机会的状态，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他就会真的是比较想要跟你们保持一个适当距离。所以其实当这个人他觉得苗头不对，或者说你在他心里面的分数真的已经被扣到没有分数的时候，那其实这段关系就会切断的还蛮快的，那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断联了，或者是说他就很快的想要去疏远你们。其实这个人疏远你的方式就是会蛮直接，就是会直接选择不见，或者说就会直接选择断联，直接就选择不回复你的讯息，或者是说他就选择直接找别的方式，然后去抽离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生活圈。所以其实这个人当他在去做决定之前，稍微前面会有一点比较有良心的人，他会前面有点好像在跟你们拉开距离。可是当你们发现距离有点拉开的时候，你们就要留意了。可是如果说当你们被拉开距离，然后你们才想起来这件事的话，其实有点来不及。因为其实这个人他真的决定事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是能够阻挡他，能够去阻挠他，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挽回他的心。如果说真的能够挽回他的心的话，基本上人会觉得基本上就一次的机会而已。可是当你挽回他的心，那个唯一的一次机会发生之后，其实他会以更严谨、更谨慎的方式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去看待于你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有人会觉得其实有点累啦，那其实就看你们自己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人。所以在对于他来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你有没有在他的人生蓝图当中，就是杨刚前面所提到的，他还没有完全去信任你们这个，还没有完全把你们放在他的人生蓝图里面。无论你们现在相处到底有多好多顺利，千万要记得，这个人他真的他该理智的时候，他非常的理智；那他不该理智的时候，就是他判断错的时候。对，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断联中的人来看这支影片的话，那你们应该就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跟他断联了。就是这个人他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是真的有点不通达理，不近人情，就是只想到他自己而已。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皇后牌。好，那女帝啊，皇后牌的话，在这边就代表说，如果说你所问的那个人呢，反正基本上这个人他蛮容易会受到女性的影响，或者是说他从小到大的年长女性长辈的影响，比如说妈妈，或者说奶奶，或者是姑姑阿姨都会有。那洋洋会觉得说，这组的你们，如果说你们真的喜欢的是同性的人的话，你们要非常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跟你一样喜欢同性。如果说他是不喜欢同性的话，基本上这段关系就是很难有机会啦。那如果说你喜欢人也刚刚喜欢同性的话，那你就要留意到说，其实他是不是本身一个非常缺爱的人，是经常会去认识新的人，或者说经常是会跟别人有一些暧昧上的话，那你可能就很容易会成为那个备胎，或者是说你会无意间成为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第三者。因为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有的时候难免会有处处留情的这个状况。那本身对他来说，就是因为他是心里面有点孤单寂寞，所以才会容易会去招惹一些桃花。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六。好，那当出现这张杖六的话，就代表说，就更加明显了。雅人会觉得，其实这个他内心里面向往的是一种，毫无保留，然后永远总是信任他。其实这个人他也在找灵魂伴侣，他也在找一个可以愿意包容他一辈子的伴侣，一个情人，或者是说另外一半。对，可是他这人看起来啦，经常会选错人。对，所以洋洋会认为说，给予这一组最忠诚的建议就是，如果说这一个人他真的不喜欢你的话，你也不要再撑了，因为洋洋会觉得你撑下去，就也不会是你的。就是这个人他看起来就是永远都在缺爱的状态，那洋洋会觉得，其实在看起来你已经做很多了，可是这人却总是可以。这个人他其实蛮相信第一眼的感觉，那第一眼感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嘛，他就把你纳入他的人生中里面很重要的那个的位置。可是如果说对你没有感觉，是只能透过日常生活中慢慢去堆积起来的话，那被破坏速度也很快。就是他会觉得啊，就是我管就是看错人了，或者是说他就会找一些借口跟理由去否定他自己。对，所以有人会认为说，这组的你们非常的小心说，究竟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其他对象，还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符合他所谓在挑另外一半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就给会员的讯息，会员的你们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看说，他有没有其他的对象？对，他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他目前有没有其他的对象？那如果说是双同性恋的朋友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在他的心里面，他会不会约炮？对，他会不会约炮？这是蛮直接的啦，对啊，那我们就没关系，就是给你们会员大众的讯息嘛，就给你们当做参考看看。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打算是什么呢？好，那想为大家抽第一张牌。这边的话，我们首先所抽到的是宝剑六。那宝剑六的话，代表说有可能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洋洋会觉得，很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一在相处上面真的没有到那么的顺利，又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经常会让你们感觉到对方是蛮冷漠的，或者是对方在对待于你的态度经常会有一种找不到人的感觉，或者是两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或是说两人之间的感情是能够比较顺利、比较能够顺遂的时候，必须要经常的见面，或者是必须要经常的，应该说那种实际上面对面相处，而且那种实际上面对面相处必须要长达到半小时到1小时以上，你才会感受到对方是在乎你的，或者说你才会感觉到对方其实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才是有上心，他才是有用心的。如果说两个人之间总是都只能通过文字的讯息，或者是说见面不到半小时，或者是说可能3天2头才能见到1次面的话，你就会感觉到第一个是找不到人，第二是他对你讲话态度很冷淡，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好像有求才会找你，然后第四个就是他可能经常不读不回，或者是说已读不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你来说，其实这段关系你
也经常的一直不断的去猜测到底对方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你其实也一直不断地去思考说到底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到底真正的打算是什么。所以你其实本身在看待的时候这段关系，你其实有点不太看好，可是因为你的感情已经在里面了，或者说其实你已经把你的很多时间跟人生也投注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当你们每一次想要去放下的时候，或当你可能有点不太想要去理他的时候，这个人又出现了。这个人就像是一个小朋友一样，就是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那其实对你们来讲，就是会觉得蛮痛苦的。那本身对你们来说的话，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洋洋会认为就像是一种，就是对方如果说他真的久久没有找你们，你们就会非常想念他。可是当他找你们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当你们每次想到你们这样的一个轮回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们心里面就是有点讨厌他，有点讨厌这样的状态。可是你又觉得，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因为对你们来讲，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其实你们自己本身也是做不到。你们做不到的原因也是在于说，这段感情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明确抓到对方到底有没有真的想要去放弃你们，所以其实你们也没有办法轻易的下决定，因为你们也怕担心说，如果说他对你们是有感觉，他有把你们放在他人生中的规划里面，结果你用这么狠心的话，你可能就会被他贴上个标签，或是说你就可能会被他讲一些很难听的话。那这个本身对你们来讲只是一个猜测，因为你们只是猜说他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喜欢你，但是你会觉得说也并不代表事实上真的就是如此，所以你们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心慌慌，或者是说会经常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状态其实有点是不稳定的，也是相当的不安的。那洋洋会认为说有可能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目前来看，其实你的状态比较多像是你能够做的你就先做，但是你不能够做的，或者说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你就会先看看说对方的态度是如何，你们再去决定说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所以其实看起来你们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的话，就是心里面啦是真的蛮彷徨无助的。你们也只能不断去疗愈你们自己，你们也不断的去说服你们自己，比较多是你们自己想办法靠你们自己站起来。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钱币骑士。好，那钱币骑士的话呢，就代表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你没有想要放弃，其实你也真的不太想要放弃啦，就是你真的没办法完全去放下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一切。所以呢这段关系你们现在目前能够做就是稳定的让自己去面对对方，或者是说你们对说这段关系就只能采取一种比较像是等待的态度。所以你们现在觉得你们会先把尽可能的啦，你们会觉得其实你们心思很多都在对方身上，你们可能一整天下来每天一直算塔罗牌，或者说每天一直去拜拜求签，或者说你们每天一直和你们朋友抱怨，或者说一直和你们朋友讲关于你对于喜欢的人这件事情，或者说对方的态度，或者你们可以一直用什么线上求签之类，一直不断去求，一直去按，那或是你们可能会是每天去看对方的主页。那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在于说你们也觉得自己不能够再去做什么太多去打扰到他的事情，你们就只能对于这方面的思念只能放在心里面，然后自己想办法去把它消化掉。那你们就会想尽各种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注意力不要都一直停留在这个人身上，或者说你们会去想办法让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自己的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思念，你们都尽可能不要太过于表露出来。只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当你们俩之间真的有机会碰到面的时候，你会表现得更加的有殷勤，或者说你可能会表现得更多你到底有多想念他。那其实看起来他或许对你们的态度真的也没有到那么的好，那么的热情。所以对你们来讲能够做就是你们现在唯一所相信的是温水煮青蛙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日久见生情。对于你们来讲，现在如果说真的想要去放掉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些注意力的话，你们就会一直转移到你们的工作上，或者说你们就一直转移到你们自己本身是能够去忙，或者是说是能够去忽略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注意力的有兴趣的事情。
可是雅会觉得啦，你们看起来去做那件事情，心里面还是很想念他。对，其实主要来讲说，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打算就是拉长，就是把这段关系变得是比较漫长一点，就你们也不太敢去做什么。对，就是只能以一种就是说只能以现在这样的模式继续相处下去，然后就看对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动，或者说除非对方他也终于对我们表示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们可能才会伺机而动。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二。那权杖二呢，就代表说，在目前你俩之间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讲的话，不变应万变，或者是说，就是说，当真的有遇到让你们觉得是能够去推动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才会去推动，你们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平常你们在自己私底下的时候，就是会想尽各种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再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人身上。那当你们有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收集他更多的资料，让你们可以去找出关于更多他如何去攻陷他这个人，或者是说去找各种的对他有兴趣的他觉得有兴趣的东西，或者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东西，那你们自己就也会想尽各种方式。如果说当你们可以表现的时候，你们就会马上表现出来。就是说你们会在平常没有交流的时候，就是会去做一些如何是能够提升你们自己的本身的能力或者是魅力，或者是说会去找出对他来讲是有兴趣，或者说能够去推动这段关系的各种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少部分的人话是洋洋会觉得这组的人少部分是你们可能有点想要打算去放弃掉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执着，或者说你们在对于说这段感情里面你们所对于说这段关系中你们真正想要的那个方向，也就是说你们开始会考虑去放弃这个人，放弃这段关系，然后去找新的对象，然后去找新的人。但是做这件事情本身呢，你们是没有带着任何想要去伤害人的目的，或者你们没有想要去伤害任何人的想法，就只是单纯你们会比较稍微愿意的去认识身边的新的对象，或者说你们会稍微比较愿意的去花时间跟新的人相处。可是跟新的人相处，跟新的对象，你们其实也会担心对方会有点太过于沦陷，或者说对方会不会真的完全喜欢上你，所以你有时候跟新的人的时候，你会有点若即若离的感觉，你会有点不太敢靠近对方，或者说你会希望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举动跟行为是不会让对方有太多的想法，不会对于你们之间的相处之中会有太多的遐想。因为你现在的话只是有点像说想要转移你们自己本身的目标，你们自己本身的注意力，或者说你们自己本身在对于原本就有关系里面只想要去跳脱出来，想要去看看说自己是不是值得也被人爱的状态。所以雅洋会认为说，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目前看起来你们心真的蛮累的，你们在一个想要对说旧的关系是有一点半放弃的状态，然后在对说现在关系又有点是不太敢完全去相信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们目前总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会有一场很盛大的战争的情况。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以上选到第二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去往下看，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有没有把你放在他的人生的蓝图当中呢？好，那要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这边话所为你们抽到的第一张牌是火之六。那火之六的话呢，杨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他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他在对于他自己的人生的规划，他是相当的有主见的。所以对他来讲，你们俩之间的缘分跟关系，在他第一眼见到你们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定生死了。好，那定生死呢，就代表说，其实在这段关系是不是有相处继续下去的机会？那其实，在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你应该就能够感受得到。那刚开始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如果说你们是能够感受得到，其实对方是对你还不错，或者说他总是回复你讯息还蛮快的，
或者是说他总是会想要邀约你一起去哪些地方，或者是说他在回复你的内容里面不会只有说哦是哦哈哈好吧好那种很短的1-2个字啊，或者说不到5个字。因为如果说当他觉得有兴趣的人的时候，其实他的反应跟回应速度他的回应的内容其实都会蛮完整，然后也会蛮提出他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他会提出他一些个人的认知，就是说他回复内容里面并不会有任何，就是不太会让人感到敷衍，或者说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他蛮有想法，会蛮想要跟你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他自己本身在对于说他的人生中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比较不容易别人去干涉他，他总是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他能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火之六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说，这个人通常有的时候啦，他可能会蛮喜欢交朋友，然后蛮对刚认识的人就会蛮像是一种可能认识很久一样，就很会装熟，或者是说很会跟别人互动，或者是说蛮懂得在人际关系之中找到一个和谐的地方，或者说那个和谐点。对，所以其实在对他来讲，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就像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拿手，他也是会非常的能够找到或者是掌握到人际关系里面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而且这个他其实基本上啦不太喜欢跟别人起冲突，如果说当真的产生冲突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会选择是退让的那一个，除非是真的有去影响到他的权益的时候，那他才会发生。可是他发生或者是说反抗的话，其实有人会觉得他的力道蛮小的，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基本上是一个不喜欢有纷争的人，或者说他其实这个人呢也不喜欢跟别人有一些太多比较不愉快的互动。那基本上这个人他在对说自己的人生当中，当他要把你纳入他人生中的一个蓝图里面的第一眼就已经决定好了。那当然有的时候在日常相处过程里面，除非你是在他的相同生活圈的那一个人的话，那对你一开始对你冷淡，但后面他确实有可能就会对你是很上心的。所以这个人呢，如果说你们真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没有在同个生活圈的话，那这个人应该很快就会跟你们保持距离，或者说他的火很快就会熄灭。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很重视的是实际上面对面相处的那个氛围跟那个当下。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实际上面对面相处的人，但是他一开始对你们很冷淡，可是会随着时间或者随着你们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或者说当对方跟你有机会是在同一个组别，或者说同一个圈子，或者说你们是有相同共同朋友，会有机会大家一起团体出去玩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你们就会有机会是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那这个的话，他也比较算是一种需要跟他慢慢变熟的，这是唯一你们可以扭转的方式。对，那如果说一开始就他入他眼的话，那其实这个人就会对你的态度，你应该会感觉到他非常的热情，然后你不要觉得好像其实他对大家都一样，其实没有，他这个人其实就蛮讨厌浪费时间的。当他真的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完全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那个人身上，但是他没有兴趣，或者说当他不想要的时候，怎么逼他都没有用。因为其实他在对说他自己的一个状态，他是非常的清楚，也是他是非常知道他自己在干嘛的一个人。他会尽可能让自己都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做错误的决定的话，他会首先跟对方表态他自己真正想法，然后人就不见了。所以他也是不希望跟别人有太多不好的互动啊，就是说不好的缘分。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恋人牌。好，
那恋人牌就刚刚前面提到的嘛，你们这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定生死了，所以你要说你们有没有在对方的人生的蓝图规划当中，那就是真的蛮恭喜你们。其实你们真的就是有在对方的人生的蓝图当中，那对方其实他的心里面的话，也是还蛮喜欢跟你们互动、跟你们相处，然后他也是会很重视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这个过程。然后因为我这边抽到了两张6，所以代表说这组的你们呢，有人会认为你们就是灵魂伴侣，第一组是灵魂伴侣或者是业力伴侣，那这组的你们一定是灵魂伴侣，就是你们俩之间就像是真的找了很久的亚当跟夏娃一样，好，你们就是终于找到了彼此这么心有灵犀的人，或者说当他第一眼这样见到你们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就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或者说会让他想要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你们本身就是这个人会有很大的吸引力。那如果说刚开始他对于你们态度很冷淡的话，就表示其实他对于他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者说他会对于他自己的不一样，他从来没有遇过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他就会吓到。所以刚开始如果说当你们选到这一组，那刚开始他对于你们态度真的是比较偏冷淡，或者说比较不太搭理你们的话，有另外原因就是他觉得那样的自己是非常的陌生的，他很害怕他自己会不会马上的陷入一段爱河，或者说忘不掉一个人。那当他遇到，应该说当他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是属于那一种做事会容易心不在焉，就是说当他心里面有心事的时候，其实表面上可能会尽可能让别人看不出来，可是如果说真的了解他，或者说跟他相处很久的人，或者说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其实是能够从他的情绪的蛛丝马迹，或者说他总是心不在焉的时候，就表示他现在心里面是有心事的。然后再来就这个人呢，本身会有点恋爱脑，所以当他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整个人会完全栽进去，他是很难可以在爱情里面是有理智的，而且他是属于那一种对方好他就会非常好的那一种人。所以呢，其实对于他来说，要把你放在他的人生蓝图当中，其实他真的犹豫了很久，他考虑了很久。那也是蛮恭喜你们，就是在他犹豫了这么久的状况之下，你们也终于通过他很多的考验，或者说他可能也终于走出了他人生中最困难的那个关卡，或者说他终于战胜了他内心中的一个心魔。但是当你们走入他的内心之中，他的人生蓝图当中，要再特别的留意，就是其实这个人就会开始时时刻刻都在观察你们。虽然他已经就是愿意让你们进入他的世界里面，或者说已经在他的未来人生规划当中，可是如果说当有一天你们真的背叛他了，或者有一天你们真的做出很多让他觉得心灰意冷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在他心中的分数就会越来越低，那个分数就是会很难可以被加回去，因为他是从100分帮你们慢慢往下扣。对，那当扣到都没分数，你们真的要再去挽回他的内心的话，对于你们的信任，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当他决定要信任你们的时候，他真的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心。然后当他决定要靠近你们的时候，其实他也真的想了非常的多，也是终于愿意要让你们更加的与他如此的贴近。然后因为对于他来讲，你们是真的非常的具有吸引力，所以其实他自己本身想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欲火焚身，或者说内心难耐的感觉。好，那我们就不妨就给会员的讯息，就是给第二组你们的会员的讯息。好，我们来看看说对方对你有没有特别的幻想。好，对方对你有没有特别的幻想？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咯。第3张牌皇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国王。好，那钱币王代表说，其实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在对于跟你之间的相处的之后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这个人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是，就是当你们的情感比较不稳定的时候，那么他就会非常的努力，也是非常的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要吸引到你们注意力，然后就会想办法去巩固好这段关系。那当这段关系巩固好了，
或者说当你们俩之间的缘分是比较稳定了，或者说当你们两个之间关系可能比较确定一点了，或者说当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他就会容易的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的工作上，或者说把他放在所谓赚钱上面，或者是说他就会很喜欢因为他会回到原本他一个人时候的生活的步调，或者说生活中的模式。那当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就很容易会去忽略你。那以你们的感受就会容易感受到，觉得对方好像开始怎么不理你了，或者说他的态度怎么变了，或者是说他怎么对待于你们的方式跟当初不一样。就仿佛好像说追求你的时候像孙子，那追到你的时候像儿子，对，那如果说在一起了之后就像老子，就会是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在对他来讲的话，是因为他已经非常放心你们是不会跟别人离开，或者说你们就是已经把你们的心思已经在他身上，那他也是非常明确知道你们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好好的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说一直他都没给予你们在关系中的一个承诺的话，那就表示说第一个可能性是你们还没有通过他心中的那一道愿意交出承诺的这个考验。因为其实他时时刻刻都在考验，都是在观察你们，他每一次在你们相处过程里面都去衡量说，我这边要帮你扣几分，我这边要帮你加几分。然后在第二个的状况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有可能认识还不够久，必须要认识到一段时间之后，那他觉得可能到比如说3个月、半年、1年可能有点太久，大概是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就是当他喜欢上你，或者说当他已经把你们当他的另外一半，或者说把你们当成他人生中的蓝图的对象的时候，那纳入你们人生蓝图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就是已经确定了你，然后就开始去等待那个3个月的时间。因为其实这个人他看起来似乎对待于感情的部分他是蛮谨慎的，虽然他好像在对于说不熟的人，或者说对于身边的人是蛮热情，或者说是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跟做法，可是当他真的在面对说感情中的一个责任感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是会希望说自己的任何的决定是能够为对方负责任。所以当他觉得他还没有办法对你们负责任，或者说他还没有办法给予你们任何承诺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个结果。或者是说当他觉得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可能是他的经济状况、工作状况是不稳定的时候，那么他其实就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想要去交出他的个人的承诺，或者是说就比较不会那么认真想要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呢，他这个人就是会希望说万全的准备之下，他才会考虑要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决定。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至少对方他现在还蛮想要跟你们继续往下走，或者是说其实他还是蛮希望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走得更长远、更长久，然后是可以给予你在物质或者是说生活上面更多更好的保障的情况。好，那我们先来准备看第二个部分。好，两位大家抽第二个部分哈。来看说你有在对方的人生蓝图当中吗？那他又是怎么想着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呢？好的，那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月亮。好，那月亮这张牌的话代表说，第一个是杨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也是在找他的人生中一个会愿意就是他在找那个人生中最终的伴侣，或者是说其实他也在为了他的人生中的未来的方向，那他其实也是非常的苦恼，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或许啦是一种蛮容易想很多的人，或者是说他会蛮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能够在他的掌握之中，或者说他在对说他自己的目标他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他才会希望他的人生的每一刻或者说每一个决定都是做对的。那如果说当他真的是做错误的决定，或者说当他真的觉得
自己可能会失败的话，或者说可能自己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让他觉得很难过、很难受的这个状况，那他可能就会想要选择去逃开，或者说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当那个逃兵。可是当他选择逃兵或者说逃开的时候，他其实会说清楚，他会讲明白、明确的让对方知道说我对你就是没兴趣，或者说我现在就是可能真的不想谈恋爱。那如果说在对于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看的话，有人会认为，当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总是会有一股担忧，或者是说总是会有一股声音叫他要踩刹车，或者说叫他要再用以更谨慎的态度去看待、去面对于你们。当他有这些不安的时候，可能你们会比较没办法感受得到。那会建议你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要多陪伴在这个人身边。最后其实远距离，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的话，就代表着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总是抱着很多不安的情绪，很多不安的想法，甚至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就是没有足够的信任感，就是会认为其实这样就是自己本来的心里面就是真的不太看好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呢，当你们在面对说这段感情或者说这个人的时候，会一定要尽可能的和这个人保持在一个有程度上的热络的联系，或者是说你们一定要固定时间和这个人约见面。那有人会认为说，跟这个你们其实如果真是远距离的话，会建议你们固定时间要见面，比如说一周可能见个3到4次，可能有点多，但是没办法，你们是远距离，你们真想要谈这段感情的话，其实这个人他需要就是一个习惯上的养成。如果说他总是习惯你在某个时间点、某个契机或者说某个状态之下你一定会出现的话，那他就会经常想到你们，那他就会不自觉的会去依赖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所产生出来的那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其实在面对说这个人的时候，后面你们真的要去把握，或者说希望他不要变心的话，会蛮建议你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想尽各种的方式，要去养成这个人他习惯去找你们，习惯面对你们，习惯你们有在他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人还是要说啦，必须对于这组的你们，对方他真的不喜欢远距离，他就算表面上说他可以接受，可是其实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真的不想要他真的会很希望有人可以，他的另外一半是能够陪伴他，说说话也好，看看他，看看你也好，因为你在他旁边，你们都没说话，都做各自的事，他也觉得很 OK， 他就觉得会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他就是不想要一个人。所以如果说当他觉得习惯久了，就说自己一个人习惯久的话，那他有点觉得，好像有没有你都没差，那这样其实这段关系就是已经完蛋了。所以说他会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也没差的时候，那这段关系他面对你，他可能说有的时候反而不知道你要怎么跟你讲话，或者说他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比较担心你会不会去打扰到他的生活中的作息，或者说他的生活中的步调的方式。好，那这样我们所抽到的是隐者。那隐者呢，在这边代表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在对于他来讲的话，其实他会希望说，两个人的生活是有一起在前进的，或者说两之间的步调、两之间的磁场都是有对应到的。就是说，他不喜欢自己的另外一半是跟他不同类型，或者说不同层次的人，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话呢，是就是不一样的思考的逻辑跟方向。他会希望说，如果说两只真的是不同类型的人的话，可以，但是思考的逻辑跟方向是要一样的，因为他其实在对说想法或者说观念这件事情，他非常的看重，他会非常的希望，两人之间是我讲了 A， 你就马上知道我心里面想的 B 跟 C。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话，那一定都会一直在90分以上。可是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抓到他的那个点，或者说你对他不够了解，或者说两人之间真是很难有话题可以聊的话，就算你在他心里面是100分，
但这100分久了就是会腻，就会觉得无聊，或者是说就是会厌倦，那他就其实很难会愿意把他的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其实洋洋会觉得说，这个人呢，他蛮重视所谓心灵上的交流，或者说他蛮重视所谓两人之间的契合度，或者说会蛮重视两个人之间在沟通的过程里面的观念是不是相同的。如果说观念真的不同，可以，但是要互相尊重，然后找到一个两人之间都愿意去妥协的那个点。可是如果说那个妥协的点是他有他的地雷，然后他有他不能退让底线，那你又希望他去做退让的话，那就不叫妥协，那叫强迫。对他来讲，他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嘛，火之六，所以表示其实这个人他就是真的有点主观，或者说其实他就是会有一点想要去控制自己在一段关系里面自己的地位，或者是说自己的表现，所以他才会想到说，他在面对说自己人生中蓝图的人，他会希望是能够完全符合。那洋洋会认为目前呢，如果说我们以现在抽到的牌来看的话，你们符合到他所认知认为的这个部分，看起来其实是有点一半一半，所以你们其实只要再稍微努力一点，去多了解他，或者是说多去明白他内心里面的感受，或者说他的想法，你们愿意稍微转换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2。钱币2代表说，其实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你的关系跟他自己的人生中的步调，其实他都一直有在做衡量，然后他都有尽可能的让他能够去配合你。那不管你有没有感受到，他觉得他有配合你，然后他也觉得你应该要配合他。不过看起来你们俩之间目前相处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他有时候会去担心说两这件事真的适不适合这个部分，总是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直不断的去盘旋，或者说总是会在他的心里面一直不断的去考量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人他跟他看起来还蛮累的，每次跟你们相处他都会想的非常的多，那他也会想的非常的远。因为其实在对于他来讲，他会希望说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想要有任何节外生枝，或者是说他不太想要在关系里面总是会有就是他希望感情稳定就是稳定的，就不要再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他其实算是一个蛮会给自己找事情做的人，或者说他蛮希望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区块都是能够安定好、安顿好，然后就是不要再多任何的一个变动。然后就是这个人他其实真的蛮重视他的事业，还有他的经济的状况。不管他有没有表现出他的多在乎，但他的内心里面是真的非常想要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经济状况，然后稳定的感情生活，然后不太会有变动的人生中的步调。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可能真的有点无聊，或者说他的怎么好像他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其实就是因为他其实在对说预料之外的事情，他本身可能会有点排斥，或者说他在对于每次要能够用不同心情去面对那些新的东西，他觉得蛮累的。不管他到底是多外向的一个人，他本身就是不喜欢那样的一个生活。有的时候生活无聊，或者说生活单纯，或者说生活的方式比较单调的话，他觉得反而是比较能够让他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所以洋洋会觉得说，目前来看啦，对方算是蛮放心你的，他没有太多负面想法，可是也不能代表说你们就要就是能够去就是能够去放心或者去松懈，就是要珍惜这个人所对于你们这么好的一切。好，那洋洋来为大家再抽第3趴的部分。好，第3趴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节制。那节制刚前面提到嘛，他很重视心灵上的探索。好，就是心灵上面两个人是否真的有很接近，或者说两之间的相处上面是不是有
到彼此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块。所以当我们抽这张牌，还是会觉得说，恭喜你们，就确实有在对方的人生蓝图当中，他的未来里面也确实都有规划着你们。他可能规划想要一起出去玩，想要一起去旅行，然后想要一起比如说听音乐会，或者说想要去看演唱会，或者是说想要一起做志工，或者是说想要多了解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想要去加深两之间的一个连接。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当他真的想要一个人的时候，会希望你们就让他一个人，因为当他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比较是能够去让他跟他自己内心里面对话。当跟内心里面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才会意识，或者说才会发现到说，其实他自己也是需要充电的，然后他才会变得更加爱你们，还会更加的喜欢你们，才更加想要跟你们黏在一起。其实这个人他虽然蛮怕孤单怕寂寞，需要有人陪，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蛮需要有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的空间，跟他自己对话的那个时间的那个独处的状况之下。所以当他有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你们千万记得一定要能够放心的让他去。因为其实当他能够让他把自己充好电的时候，然后他觉得自己有享受到一部分的自由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比较能够去更加的贴近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比较能够让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感觉是更加的靠近的。所以其实这个人就是属于那一种，你越不希望，你越让他自由，他就会越想要来找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画这边所抽到的是月亮。哇，我们要再抽月亮了耶！所以其实这个讯息就很明显，就表示说，其实这个人呢，他的心中就是有那一股，两位觉得可能这个人他本身的灵性还蛮高，或者说可能他有一些特殊的体质，或者是说他可能对于说他自己的信仰是算是蛮虔诚的，甚至有的人他不知道说是不是属于那一种会去当传教士的那种也会有可能，或者是说牧师、住持，或者是庙公、庙婆，这种几率也是还蛮高的。然后就是这个人他在对说他的人生中的规划的话，他蛮相信命运的。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对说他的人生，其实他非常的没有自信心，虽然好像他总是让人感觉到他是有很主见很主观，可是当他真的要去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内在声音会去提醒他，或者是说会让他去踩刹车。可是也并不是说他就是会想要选择逃避，而是他会害怕，如果说他做错选择了，或者说他做出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可以拉他一把，或者说是不是他会不会讨厌他自己当初所做这些的决定跟行为。所以他会希望说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慎重的，都是不会让自己后悔的。好，然后在我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宝剑侍从。好，那当出现这张牌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有时候会有一点手机成瘾症啊，或者说可能会有一点3C 的成瘾症，就是他会一直想要去看新的东西、新的资讯，或者说想要去关注一下大家都在干嘛，或者是说他在对说国际新闻，他也是蛮在意的，所以他有时候也是蛮希望你们俩之间的话题上能够相同的。对，那这个人他有时候还是会愿意为了你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或者说去看一些东西，但是他可能没有到那么的深入。但是当他没有到那么深入的时候，会建议你们就是可以多教导他，可以多跟他分享，去换另外一种方式去勾起他的一个兴趣。那当然他也会希望说你们可以跟他一样有相同兴趣，或者说跟他有相同的国际观，或者是说在对说每件事情他都希望你可以跟他一样，都保持有一定程度上的好奇心。那再来就是这个人其实他蛮喜欢去旅游的，他不管有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但其实他的内心里面是很喜欢出去玩，甚至他蛮喜欢拍网美照，或者说可能会去喜欢尝试一些新开的一些店，或者说他没去吃过的东西，他都很愿意也很乐意想要去享受人生中这个每一个的惊喜的时刻，都希望有你可以陪伴着他。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呢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打算是什么呢？好，洋洋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王牌。那权杖王牌的话，洋洋这边可能会想要分2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你们是比较不熟的人，如果说是你们比较不熟的人的话，那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其实你们本来就有很多犹豫的感觉，或者说你们本来就真的比较没有办法一直愿意把太多的心思去相信对方，或者说去相信这段关系是不是会有开花结果的可能性。所以呢，你们一直来的态度都是伺机而动，或者说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总是一直都是看着对方的任何举动，或者说他是有给予你们一些比较明显的回应跟回馈的时候，你们才会打算要进攻。那如果说真的对方在对于说你们的态度是比较冷漠的话，或者说比较冷淡的话，那你们就会稍微去慢慢的收回一点。所以现在看起来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最近对方可能对于你的态度是比较有好感，或者是说会比较有一些明显的动作跟行为，或者说比较明显的对你有兴趣的这个表示。所以呢，你们在对说这个人这段关系就会想要再做更多的努力，或者说想要去想办法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看起来其实你心中里面有满满的计划，然后对说这个人这段感情是有很多的热情。可是呢，另外表面也代表说你们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犹豫，或者是说你们也不太敢去做到太多可能会吓到他的事情，所以你们现在去对说要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计划，你们会想的蛮多的，然后会尽可能把它想的比较缜密，然后在你们脑海里面呢，应该是有想非常非常多一种各种的可能性，对说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往下发展的这个想法。好，那关于如果说你们本来就很熟的人的话，代表说其实在对说这段关系最近的你们呢，有可能对方所对待人的态度有越来越好了，然后或者是说你们也觉得关系可能已经到达一个还不错的阶段，或者说还不错的一个程度，所以你会觉得其实自己接下来如果说真的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是会有很高的机会是能够真的完全去推进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想要告白，去对说这个人表达你们个人的爱意，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明确知道你们是非常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有可能如果说你们是这种版很熟的人，那一直来相处过程里面通常是属于比较平稳的平淡的，甚至你们也比较没办法看出说对方到底对自己是不是有意思。所以目前的你们的话，就是你们属于这一种平稳平淡的人，就代表说一直以来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说这个关系当中，现在的你们的话会有点像想要去做最后的奋斗，或者是说想要再奋力一搏，看看说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对方的心中，想要去验证自己在对方心里面到底是真的有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是不是真的会有可以去推动的这可能性。所以不管你们是属于哪种1到2种的状况的人的话，主要在于说对说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你们心里面是真的还是非常的想要去推动两个之间的这个缘分，但是你们本身也会蛮害怕，如果说你们真的推动的话，或者说你们真的去努力的去奋向找这个人的话，那么是能够得到对方友善的回应，或者说对方会不会也跟你一样想要去推动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这是你们目前心里面比较会去担心担忧的这个想法。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权杖侍者。好，权杖侍者的话代表说
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刚刚杨所提到的，你们其实已经想了非常多，你们想了非常久，然后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真的也是观察了很多，也观察了很久。那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一直都停留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目前状态之下的话，似乎看起来真的是已经还蛮久了。然后你们其实都一直没办法看到有一个缝隙，还是说有一个空隙是能够去推进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每一次当你做一点点的时候，不管你做一点点还是做很多，其实对方所对待你的态度总是会一样冷漠，一样冷淡，或者说一样热情，或者是说他一样有点敷衍你。洋洋会觉得啦，看一下选到这组的你们，有可能对方一直所对待你的态度就是有点忽冷忽热的感觉，所以你们才会总是一直那么的犹豫不决。这可能跟前面有点不太，就是前面两组不一样。这一组的你们，对方是忽冷忽热，所以呢，在对说这样子忽冷忽热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其实你们也一直不断在改变你们的想法跟你们的做法，所以有可能当你们决定假设今天你们可能为对方庆祝生日，你们可能想了很多种，第一个是可能想要单独约他出来，然后还是要找朋友一起找他聚，或者是说可能要透过别人的嘴巴去邀约他，又或者说你们可能就觉得还是送个卡片送给他就好，或者是你们还是觉得就是传封讯息，传个 LINE 或者传个 IG 传个微信给他，祝他生日快乐，这样就好了。还是说你们知道他地址，你想说那就请 Uber 不是，就是请 Foodpanda 然后送东西到他家就好了，等等，这就是你们在对于说自己的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的方式，或者想要去接近对方的这些行为，你们就是会想很多 ABCD 方案，然后再从里面去选择出来。不过杨会觉得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的话，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一直以来你们在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当中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无论想了10种以上的方案，还是5到10种以上的方案，其实最后面你们所做的都不是这些方案里面的东西，因为有可能对方你们跟对方之间的缘分，你们会觉得总是会在一种巧遇，或者说不经意，或者说顺其自然的这个情况之下，才会明显的让你感受到关系是有被推进的。所以目前在你们心里面的话，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就是有很多的担心、担忧、害怕，跟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其实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真的是观察很久，你们一定很常在看对方的主页，或者说很常去看对方可能跟你之间聊天的内容，就是会一直不断去回味，然后或者说一直不断去探索、去考量，或者说不断的去观察对方到底对说你们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一组的你们也会觉得说关系不明朗，或者说暧昧不明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张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女帝牌、皇后牌。好，那张牌就代表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呢，你其实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打算的话，就是你们还是想要继续努力的坚持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你们其实还是不太想那么轻的放弃，或者是说你们还是会对说这段关系是有很多让你们觉得是值得可以再继续努力下去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一直以来你们俩之间的回忆或者说相处里面，虽然对方忽冷忽热，但是你们还是会感受到对方其实在对说自己的态度也没有到那么糟，所以你们还是会想要去做最后的奋力一搏、奋力一战。那你们自己本身也是一直不断的去告诉你们自己，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放下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努力，或者是说，因为看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对方马上跟你们讲他不喜欢你们，或者说对方其实不喜欢你，你其实还蛮快能够收回来，因为你们本来就对于说这段关系是不太敢放太多感情，或者说你们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慢慢放下去。所以当对方对于你们的态度，只要他能够明确给你们答案的话，其实你们的决定也很快，并不会拖泥带水这样关系里面。那当然痛苦是一定会，那只是这个痛苦并不会完全去影响到你们个人的生活的状况，反而在关系在暧昧不明的状况，或者说关系在一种都前进不了也后退不了，
或是得不到任何明确答案的时候，你们才是觉得这是最痛苦的。因为其实雅人会觉得这组的你们是一个相当温柔的人，然后你们是非常爱对方，你们是非常喜欢对方，或者说你们也是非常的在意对方，所以你们会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或者说会觉得如果说对方愿意的话，你们其实就能够马上很快进入到一个恋爱的状态、恋爱的状况。只是你们对说觉得对方的态度是相当的不明确，或者说对方在对说两个之间的关系中的决定的走向是没有那么给予你们清楚的答案、清晰的态度，所以你们才会认为这段关系里面你们还能够去做最后的努力。可这个最后的努力，或者是说最后的奋力一战的话，你们心里面会有这么多的担忧跟担心，也是在于等待着这段关系，希望赶快有一个结果。所以其实雅人会觉得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结果的渴望是比三组里面来的最强。你们一直就是在觉得，应该说你们总是在想要去推动，然后又想要去放弃，这样的不断的状况之下，一直来来回回，你们就只想要一个痛快而已。可是对方都一直不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痛快，可能你们也遇到了一个跟你就是遇到一个优柔寡断的一个人。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对你们有所共鸣，或者说对你们觉得有所符合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看说你们有在他的人生的蓝图当中吗？好，也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第1张牌是水之舞。那水之舞的话呢，这边会可能把它偏向于说，在对于他来看的话，或许他的人生当中，目前现在正在经历了很多的苦楚，或者说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或者是说遇到了真的让他觉得心里面是非常难受，或者是说非常不好受的一个事情。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上面遇到了很多的状况，或者是说他忘不掉的那个前任，忘不掉的一个之前喜欢的人，可能最近呢，可能有一些新的状况、新的发展，所以他在对说看到那些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也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然后或者说他的家里的状况真的有遇到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导致于说让他会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去放下在对于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的重心，他总是会一直花很多时间去思考那些的事情。那杨会觉得啦，这是比较没有在牌中的意思，可是杨身边有感受得到，是不知道说是他身边有的人已经有过世了，或者说可能遇到一个非常重大的紧急的危机，所以他那个人可能在加护病房啊，或者说可能在医院里面，所以他其实心里面非常的不好受，也是非常的难过。那或者是有可能他最近也受到了很多被别人给背叛，或者是说被别人给伤害，或者说被别人给恶意重伤，所以导致说让他在对说自己的人生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目前现况来看，他是非常的不满足，他也是没办法接受，他也是觉得心里面是非常的难受，也是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去面对说人生中现在所发生的这些重大的一个变动的一个情况。好，那如果说你确定以上真的都没有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在对于他来讲，现在的他呢是在人生中一个非常低潮低迷的时期。那这低潮低迷的时期，他只想要选择自己一个人暗自的去疗伤，自己选择一个人去面对说这件事情。少部分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现在两个之间是比较没有联络，比较少联络，或者说前一阵子你们俩之间是有争执跟吵架，那可能感觉到有很多的不舍，或者说可能感觉到是很希望是能够重回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杨会觉得啦，他因为你而难过是偏少，大部分来说是他自己这边有遇到了很多的事情跟情形，所以导致于说让他原本的安稳的生活，或者说安定的稳定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动，所以让他觉得有点措手不及，或者说让他会不知道说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说他自己的人生。
如果说他真是因为工作背黑锅的话，他其实应该蛮难向你开口或者是启齿。如果说他有跟你讲话，就表示他已经跟好多个人讲了，那他真的受不了了，他就想要再多一个人抱怨，所以只好来跟你说。那洋洋会认为说，目前他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人的能量是非常低的。他与其说未来，他连现在当下他应该怎么办，他可能都蛮困惑，他可能自己也不晓得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去解决好，或者说面对于他自己现在人生中所碰到的这些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些的困难，他在对于目前现在人生里面的这些情况，其实他是相当的不满意的。那他也是非常的手足无措，他是非常的茫然跟困惑。可是现在的他就只能选择是最好的态度是冷静面对。可是他看起来其实比较难冷静面对，看起来其实心中真的是蛮痛苦的，他痛苦到已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身边的人去诉说他心里面的不好受。好，然后在我们这边又再一次抽到了类似的牌哈，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五，那其实宝剑五跟这张水之舞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好，那这边宝剑五的牌卡的话，杨想要再更加补充，就表示说，其实这个人当你能够去感受到他心里面的难过跟痛苦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他真的已经冷到了极限了。要不然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自己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的矛盾冲突，或者是说这些不愉快，或者是说这些让他觉得心里面比较难以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他都会尽可能让自己去处理好，或者是说会尽可能的让他自己不要去麻烦到身边的人，或者说不想要把自己的情绪感染到身边的人，他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好就好。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很孤僻的原因是在于说，这个人他比较希望自己所碰到的任何的问题是能够由自己一个人去做解决的，比较不希望说去因为自己怎么了而也希望别人来去关注于他自己。其实反而当有人关注他的时候，第一次他可能会说没关系，第二次的话可能会说确实有点糟，第三次他的眼泪就会溃堤了。所以其实像这种人的话，比较像是一种当他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自己想办法一个人去撑起，或者说会自己选择一个人去面对于这些让他觉得生命或者说生活中让他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公平，或者说他可能也不太想去面对的这些的状况。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在对待于身边的人事物的时候，其实他除了有点孤僻之外，他有的时候脾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暴躁，或者是说他可能这个人在对于一件事情上面是比较没有耐心，就是说同样的事情他不想要讲，他不会讲超过3次，第一次他可以，第二次有点不耐烦，第三次是受不了。所以当如果说一件同样的事情一直不断去问他，要一直不断的去希望他表态的话，其实久了他就觉得很厌烦，甚至有时候他可能会跟别人产生冲突，会跟你产生冲突。那在对于他来说，他的情绪有时候其实愤怒的部分、生气的部分、不高兴的部分、不耐烦的部分，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他这种情绪在对于那些比较愤怒类型的部分的话，他是比较不会停留太多。但是如果反而是关于悲伤的、忧伤的、难过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会反而比愤怒在停留稍微久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他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真的蛮快转换的啦，他也不太会一直让他自己的情绪总是在一个比较乱糟糟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比较乱糟糟走不出来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当他在对说自己的人生中的状态的话，看起来其实他这个人有时候算是一种及时行乐，或者说活在当下，或者是说是跟着感觉走的一个人。其实这个人他蛮重视在相处当中的一个感觉跟氛围，可是这个并不是所谓一眼定生死，只是他会觉得他会更相信他自己的直觉，然后会觉得透过在跟你们日常的过程相处当中去了解，或者去发掘，或者说去探索，去观察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通常会透过很多不同面向的事情来去决定他在对于说这个人评价，所以也并不会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跟事情就会让他马上在对于说这个人就没有
就是马上去唾弃人，他也没有到那么的独裁，他其实只是在对于说人际关系当中，他容易会想的比较多，然后误会他的人可能也蛮多的，因为他的人脾气来得快，去的也快。那如果说是那种比较温和型的人，或者说跟他比较不熟的人，就会比较不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性格。那洋洋会认为说，其他目前的人生当中，现在应该是在一个最低潮的时期，所以当遇到最低潮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在对于情情爱爱的部分，或者是说在对于说追求自己的人的话，真的就是也不太会去想到太多这些的东西。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这张牌呢，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他来讲，人际关系或者说他的生活里面的话，他总是会一直不断的以当下为主，或者是说他就是会对他来讲啦，一件事情当真的已经过去的时候，就是真的已经过去。他这人其实也不太喜欢一直去提以前的事情，所以当他情绪在当下的时候，其实蛮需要有人能够去安慰他。所以如果说是抓对时机点陪伴在他的身边，或者是说抓准时机去培养跟他之间的感情的话，其实是蛮能够去推进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可是那个推进的时间点，或者说那个契机的机会的话，洋洋会觉得这个机会其实主要是还蛮难看到的，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在对于你们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或者是说真的很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的话，会反而比较建议就是这个人他来主动找你们。当这个人比较有主动跟你们互动的时候，再给予对方回应就好。如果说你们总是一直去追着这个人跑，其实是反而会让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推进的。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反而会他不喜欢当猎物，他比较喜欢当猎人。那如果说当你变成他的猎物的时候，你们就是要适时的跟他那种你追我跑的这个情况，就是欲擒故纵，也不要马上就落入他的下怀，要不然这样其实也是蛮容易会让他觉得，你好像很容易就得到了，那他就也不会太过于去珍惜你们这个人，或者是说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珍惜你们俩之间这一段你好不容易经营来，或者说你好不容易拥有的这一段的关系。那在对于他来讲的话，如果说关系之中，你们要能够进入到他的人生的蓝图里面，洋洋会认为必须要等到他这一段的状况过去之后，然后你们再可能等上1-2个月才有机会。可是他目前的这个人生中的低潮，洋洋也是不太很能够确定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他到底什么时候他才会能够恢复他原本最有活力的那个时候。不过这个人呢，如果说在你们日常生活中相处的话，其实你就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你也其实也不用真的做太多可能会你觉得能够对他好的事情。其实这个人当他在对于自己所感动，或者说可能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他通常也不会太过于坦率，他反而会比较是他可能会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啦，或者说他可能会表现出这种有点没有那么不耐烦嘛，杨志也没有到不耐烦，只是他不会让你明确知道说我好开心，可是你看到他你好烦哦，然后笑得很开心，讲出这种话，就表示其实他是很开心的，只是他可能讲出来的话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直接坦率，表示我好开心。他真的说出我好开心又笑着讲，就表示他真的开心到飞起来了。而如果说他笑着讲说我不要啦，你好烦哦，你怎么会这样子，那怎么办之类，就表示他心里面是很开心的，他很想要这样的状况可以继续下去。对，可是有的时候也是做到点上就好，就是在面对说这个人的时候，真的你做太多可能会造成他的反感，那只要你做的刚刚好的时候，那其他反而会你能够去勾引或是说勾起他在对于你的注意力，他反而会陷入一阵思考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为什么
当他的注意力都一直放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其实他那种潜移默化的状态就会开始比较容易去想起你们。那感情啊，感情的种子就会慢慢的发芽。所以呢，雅阳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人算是有种不太坦率的一种人。好，可是目前看起来他是没有把你们放在他的人生中的蓝图当中。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部分有没有更多的讯息可以给你们。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这边所抽到的是水之二，我们都抽到水的部分呢。好，水之二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他的心中，他是向往着能够非常了解他的人，或者是说他向往着是一种轻松愉快自在跟能够做自己的一段的关系，而且他很想要是被别人疼爱的感觉，被别人给照顾的感觉。他希望当他有时候在对说自己的生活中，他其实不用特别讲什么，对方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他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点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方就能够很明白，也能够很清楚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就是说他蛮希望找到一个心有灵犀的对象，或者说他蛮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完全在乎自己的人，或者是他蛮希望是能够走入到他内心之中的人，就是他希望找到的是一个对的人，而不是来陪伴自己的人，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是很能够自己忍受孤独的感觉，或者是说他是很能够如果说真的都没有对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宁可让自己都单身。可是如果说真的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就会适当的表现出一些的姿态，或者说会稍微服软一点，或者说会稍微对说这段关系会表现出一点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来给一下就是会员的讯息好了。那如果说是第三组的你们，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觉得你是对的人吗？对，因为我们刚刚目前都只有看到说，其实对他来讲的话，他比较是在专注于他自己目前生活中让他觉得比较痛苦的事情上，但是在对于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洋洋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太多的心思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比较多是在一种他自己个人的状态里面。对，那他自己这个人的话，其实蛮想要有人可以去呵护他，去关注他，或者是说蛮希望有人可以一直无条件的照顾他。那当他感受到你的用心，或者说当他觉得好像是应该回报给你的时候，他也会不吝啬的，他是会很大方的直接让你知道说，我就是觉得我应该要对你报恩，或者说我就是要回馈给你。所以其实他蛮向往的是一段在人生当中的那个人，不仅是成为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他最要好的另外一半。应该说也不是最好，应该是说他最甜蜜的另外一半，最贴心的另外一半，然后也可以成为最支持他的家人。所以成为他的另外一半呢，首先要非常能够去清楚知道他这个人的个性是如何，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到底平常在生活中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目前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其实他在对说另外一半的条件跟要求是这么如此的清楚，跟其实只要你们心思够细腻，那他其实都会表现得出来。而且当他在对于说那个人是有好感的时候，他都会刻意的去表现，给予对方一些机会，给予对方对于说自己好的这个机会。可是如果说那个对方或是那个你可能太白目了，或者说你可能太木头了，或者说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你就会容易错失了他给予你一些机会。那对他来讲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只要每一次的机会你都没有抓住，你没有抓住一两次，他可能觉得就还好。可是如果说你总是都没有抓住，就觉得你是不是对他没有意思，那他就觉得两之间应该是没有戏唱的。那当他觉得两之间没有戏唱的时候，你要再去激起他在对于你的信任，对于你的好奇，对于你的好感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抽到的是魔术师。那魔术师代表说，其实他这个人在对说自己的人生里面的话，他看起来其实还蛮喜欢交朋友的，然后或者说他蛮喜欢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最后其实当他跟朋友互动的过程里面，他不喜欢那种
单独应该说不喜欢单调的相处的模式，他喜欢有一些的变动，所以雅人会觉得或许你心中所想这个人呢，很高的几率可能是固定宫或者是变动宫的星座。那变动宫的星座，雅会觉得这个几率会来得更高，因为其实目前看起来啦，这个人他就是非常的蛮重情感的，然后他不仅重情感之外，他的想法上面也是蛮跳跃的。他在对说自己的生活中的生活的模式，或者说他在挑他的朋友的这个方式，其实都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所以他在跟他朋友相处的话，他可能很难每天常常总是都跟固定的人，可能3天2头就换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出去，或者说他每天都会跟不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说他每次休假都会跟不同的朋友去不同的地方玩。所以其实这个人与其说要绑住他的人，不如是你要如何拴住他的心。其实这个人他虽然表面上好像事物看起来是有点难搞，或者是说不好掌握，可是如果说当你们也是以相同有趣活泼的方式跟他相处跟他互动的话，其实也是能够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或者是说也是能够让他在对于你这个人，或者说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是会有产生更多的好奇的感觉。那如果说当这个人他真的决定某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当他真的决定想要跟对方有互动，或者说有想要继续经营下去的时候，其实在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就会想要跟对方有进一步的接触，或者说他就会愿意给对方更多的机会。他甚至有时候会故意抛出些的东西去让对方知道说我可能想要这个，或者说我想要去这边玩。他其实在对说自己所在意的人，他也不会藏着，也不会掖着，就是说他会很明确的让对方知道说我现在对你就是有好感，那我现在就是想要跟你们有互动的这个想法，那就看你到底要不要也是跟我继续走下去，或者说你要不要就是跟我相处下去。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不会拖泥带水。他对他来讲啊，如果说真的希望一段感情的话，应该是蛮快就会决定了。对，就是大概3个月以内感情就要有一个结果。如果说真的拖了3个月以上的话，除非是你不是他的菜，或者说你可能太木头太白目，或者是他当时你们认识的时候，你追求他的时候，他可能对你感觉就还好。可是当他对你有感觉的时候，那他的希望感情有结果的那个时间点就会希望速度快一点，不想要太慢太久。因为太慢太久都一直维持在一个频率跟调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辛苦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就觉得这样的状况是比较让他觉得蛮乏味的，并不是他所想要的情感的方式。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圣杯四。好，那圣杯四呢，在这边代表说雅阳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比较喜欢是那种朋友般的相处，然后去产生依赖的感觉，然后两人之间的互动会渐渐的越来越贴近，越来越靠近。所以其实在对这个人，他比较不太相信第一眼的感觉，他比较希望说透过日常的生活相处当中，慢慢的去了解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慢慢的去接触到在对于双方之间的关系要以什么样的相处模式最好。他跟你相处他会不会累，他会不会总是要想话题，或者说他是不是总是要为了你们这段关系去烦恼。因为对于他来讲，如果说一段关系当中两之间是不同的频率的话，他觉得这个是还蛮累的，而且他也蛮害怕，如果说他自己真的马上下决定，或者说一见钟情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这感情是不长久的，所以他本身会比较倾向于说，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而且两人之间相处生活的频率一定要很接近。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其实虽然有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好像是比较是无所谓，但其实他的内心里面真的就是非常的想要有另外一个人陪伴他。那刚开始有人如果说主动追求他，对他有好感，但他对那个没好感的时候，他其实也不会把话说死，他就是会让关系先放着，
那除非对方主动跟他告白，一定要逼他做决定，朋友还是情人。那当他没感觉，他就只会选择朋友。那如果说是朋友，应该说情人跟断联的这种状况之下，他就会选择去断联。所以这个人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逼不得，也没有办法透过别的方式去逼他，就除非等到他自己觉醒，他自己有感觉的时候，才有办法去推进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那演员会觉得目前看起来这段关系可能就他对你好像是有在意，是有注意到，但是在对于喜欢或者说好感这件事情的话，洋洋会觉得比较偏没有，可是还是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去做一下个人的占卜，或者是说去找仙人，反正就找仙人老师或找洋洋来做一下个人占卜，来去确认一下到底对方对你的感觉现在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部分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部分，对方他现在在想什么呢？好的，洋洋这边有抽到牌咯。好，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空气8。好，那空气8就代表说他对于他来讲啊，他现在目前人生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在对于应该说他对他人生中的状态，他会觉得可能快结束了，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他不想要那么轻易的，就是对于说他人生中的目前现在所碰到的问题跟困难而低头，所以就意味着表示说这个人他在对于自己所决定，或者说可能自己所看重的事情，或者说自己所在意的事情，他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个准则，或者说他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套的标准，在如何去看待于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就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无论人生中到底现在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他依然会对说自己的人生的未来是抱持着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或者说他也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去放下在对于说自己生活当中所想要去值得拥有的那一切。所以他这个人情绪虽然有的时候转换很快，但是他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死脑筋的地方，或者是说当他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这种人比较需要的是静静的陪伴。你们只要让他知道说你们会陪伴他就好，就不用想太多。因为其实他在对说他的人生里面，他已经有他自己固定的思维，有固定的逻辑在，他已经有自己决定好了。所以通常这种人的话，你当想要跟他进一步接触，或者说跟他相处，或者说特别是针对于感情这部分，他其实真的逼不得，你越逼他，那他可能就比较好，比较成熟一点，可能会跟你讲清楚。如果说不成熟，就会开始对你刻意的冷漠，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跟你大吵一架。那他会觉得吵到你真的理解，他才会就是才不会去一直针对说那个点一直讲下去。好，然后在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皇帝牌。那皇帝牌呢，就代表说，他在面对感情的状况的话，他其实是蛮冷静的，然后他也是蛮有自己一套的想法跟逻辑。然后他这个人有的时候其实也真的不太喜欢被别人干涉他自己的决定跟他自己的事情。好像今天的每一组都是不喜欢被别人给干涉。就是他应该说这个人对于他来讲啦，平常小事给他意见，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好像其实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说当真的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或者说当真的遇到了让他觉得必须要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事情局面的时候，对于你提出的意见或说方法，他都只会当参考，他并不会真的去完全按照你的方式去执行。因为对他来说，如果说真的都按照你的方式做了，那失败怎么办？那么他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其实这个人有人会觉得这个人其实真的蛮独立的。他这人其实就是心里面希望有一个避风港，或者是说希望有一个人是可以让他值得依赖、值得信任的对象，但是却没有想要对方是能够总是时时刻刻的绑在他身边。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 power、非常有魄力，或者说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的话，
就请你们大方的对待他，但是大方而不是要绑住他，不要用别的东西来绑住他，就是当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给他，然后或者说他觉得还好的时候，你们能够做到你们就做，就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感染他，去让他对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是产生依恋的感觉，或者说产生放心的感觉，那这样其实就能够去推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抽到最后一张是权杖10，那就表示说，其实对他来讲，自己的人生里面，他可能过得蛮压抑的，然后他在对说他自己的生活是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总是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面对去处理，所以他就觉得心真的还蛮累，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抽到2张宝剑5跟控制5一样，其实他在对说他现在目前人生这种状况是相当不满足不满意，但是他还是依然相信他自己的状况是会变好转的，所以不管再怎么多么黑暗的一个人生中的那个阶段，他依然相信人生中是有那一道值得变得更美好的一道曙光。那我们就来给予性向双、性向同来看看说，宇宙对于你这一段关系的建议是什么？好。那这边的话呢，看来其实你心中所想的这个对象，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喜欢当猎物，当猎人，但他不喜欢当猎物，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就要适时的给予对方一点个人的空间，避免的时候太过于急躁，而让关系变得适得其反。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